外国人最爱的10大台湾景点，你猜得出几个？就连台北101也只能排在第2名。至于第1名，可能完全出乎你的意料。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让外国人念念不忘的台湾10大景点。第10名，野柳地质公园。位于新北市万里区的野柳，是一块被海风与时间雕刻的土地。从空中俯瞰，这片细长的夹角就像一根手指，静静地伸向太平洋的深处。这里的岩层来自火山活动后沉积而成，经过常年风化，海蚀与地壳挤压，一笔一画刻出了仙女鞋、烛台石、俏皮公主、花生石，也刻出了那位最著名的女王头。她那酷似女王侧脸的轮廓，成了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但你可能不知道，女王头的脖围正以每年约 0.2 公分的速度持续风化变细。根据地质专家的预测，再过不久，这位优雅的女王也许就会正式退位。正因为她的寿命有限，这块岩石成了世界旅人眼中无法错过的风景。野柳更像是一本写满时间痕迹的故事书，每一块岩石都是自然与时间共同完成的作品。第9名，九份老街。位于新北市瑞芳区的九份，常年云雾缭绕。对外国人来说，这里并不是最方便的景点，却总是在旅游清单的最上面。因为九份不像是一场旅行，更像是一段情绪，一场误入的东方之梦。都说这里像神隐少女的场景。虽然宫崎骏从未证实灵感来自九份，但日式老屋、红灯笼摇晃，空气里混着茶香与潮湿山风，的确像是不小心闯进了动画电影的场景里。九份的美不是刻意摆出来的，它藏在那条蜿蜒的老街，藏在茶馆窗边看雾的片刻，也藏在一碗 QQ 弹弹的芋圆里。你可能来过，但每次来的感觉都不一样。因为九份不只是让人路过的风景，而是让人停下来感受的地方。第8名，龙山寺。位于台北市万华区，创建于清乾隆3年，至今已有将近300年的历史。历经战火、地震、水灾，它多次损毁又重建，却始终没有倒下。有人说，它不是一座寺庙，而是一座台湾人灵魂的避风港。龙山寺不只是台湾人祈福的地方，更是许多外国旅客探索台湾文化的首选之一。这里供奉的神明众多，每一位都有自己的守护领域，也承载着无数信众不同的愿望与期待。很多外国人或许听不懂签诗，也不懂香火的意义，但那份祝福与指引却能穿越语言，被人理解。香火鼎盛，金光闪烁，但龙山寺真正吸引人的，从来不是外在的华丽，而是那种岁月积下来的厚度与安定感。一走进来，你就会明白，那种从地底升起的烟火气与人情味，既神圣又真实。即使你不信佛，也会在这里多停留几分钟，听香客轻声祈愿，看香火在天井中盘旋升起，看一张张脸，在这里找答案，也找安定。来到这里，你总会觉得好像真的被保佑了。龙山寺不是大自然的奇景，但它是城市里一座最有温度的心灵庇护所。第7名，太鲁阁国家公园。如果台湾是一幅画，那太鲁阁就是大自然画下的那道最深刻的刀痕。位于花莲、南投和台中交界的太鲁阁国家公园，是台湾最壮阔的峡谷之一。整个地形是利雾溪历经千万年不断侵蚀大理石山壁而成，两侧山壁高耸如刃，河谷深邃险峻，从空中俯瞰就像被劈开的地表。太鲁阁这名字是从太鲁阁族而来，
他们不只是住在这里的人，更是这座山谷的灵魂。走进太鲁阁，最直观的感受不是美，而是震撼。你可以沿着沙卡当步道前行，看溪水在岩壁间奔流，也可以站在长春祠桥上，听风穿过峡谷的声音。白杨步道的尽头，有一道山泉倾泻的水帘，像是一场专属旅人的洗礼。花莲地区地质活跃，时有地震，让太鲁阁时而封闭，时而修复，但它的壮丽从来不在于完美无缺，而是那种即使历经风雨仍让人敬畏的存在。第6名，阿里山。说到台湾的山，阿里山绝对榜上有名。它不只是一座山，而是一种记忆，一段旋律。阿里山的姑娘唱了几十年，这名字早就刻进每个台湾人的心里。清晨搭上小火车，缓缓穿过雾气和森林，看着天色从靛蓝变成金黄，一道曙光从中央山脉跳出来，那一刻连空气都安静下来，只剩下心跳和赞叹。阿里山的神木群是几千年的活历史，走进那片森林，就像走进时间深处，每一棵树都站得稳重沉默，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威严与安定感。还有最经典的阿里山森林小火车，从平地一路开到高山，穿梭在云雾和灰幕间，咔嗒咔嗒的声音是旅程中最疗愈的节奏。阿里山不只是风景，它像一位长辈，静静守着岛屿的脉动。来过一次，你会发现这里不只是山，而是一种会让人想念的地方。第5名，清水断崖。如果你以为台湾的海景只有沙滩，那你可能还没见过清水断崖。位在花莲秀林乡，是整条苏花公路最惊心动魄的一段风景。一边是笔直陡峭的高山，一边是深不可测的太平洋。这里是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板块在地质运动中撞击挤压抬升所形成的奇景。绵延21公里的断崖被誉为世界级海岸断崖景观，也是太鲁阁国家公园的重要一环。想要亲身体会这片壮阔，可以开车经过苏花公路，从观景平台俯瞰那片碧蓝交错的海岸线。站在清水断崖前面，你会明白，大自然的美不需要太多解释，只需要你亲眼见证。第4名，台湾夜市文化。如果你问一个外国人来台湾最想体验什么，10个里面有9个会回答夜市。夜市不是一个景点，而是一种台湾人的生活方式。白天我们忙着工作上学，到了晚上人声鼎沸，香气四溢，夜市就在日常里点亮了夜晚的热闹与温度。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夜市文化，你可以吃到比脸还大的鸡排，香甜软嫩的蚵仔煎，酥脆可口的地瓜球。一边吃一边逛，一边感受台湾的烟火气与生活感。有趣的是，夜市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它像野草，在城市的缝隙里自己长出来。摊贩靠近人潮，人潮创造热闹，热闹变成文化，久了就成了我们的共同记忆。夜市是台湾的缩影，拥挤却温暖，吵闹却有秩序。每一声叫卖，每一份小吃，都是台湾最接地气的语言。有些地区的夜晚是寂静的，而台湾的夜晚是香的、热的、有人情味的，而这份烟火气从不退场。第3名，日月潭。讲到台湾最经典的风景，日月潭一定榜上有名。这个湖不只是台湾最大，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美景之一。日月潭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潭面以拉鲁岛为界，东边像日轮，西边像月沟。日月潭清晨的湖面澄澈如镜，倒映着山景云影，
就像漂浮在空中的一片仙境。喜欢运动的还可以骑脚踏车沿着湖边慢慢骑，全长30公里，被 CNN 评为全球10大最美自行车道之一。很多外国旅客来过一次日月潭，回国后还会再推荐朋友来，因为这里的美真的只有亲眼看到，才知道什么叫值得一看。所以才会有人说，来台湾一定要来一次日月潭，因为它不只是风景，更是台湾最美的眼睛。第2名，台北101。如果你要用一张照片代表台湾，那画面里8成会有台北101。101曾经是世界第一高楼，也是全世界旅客对台北最熟悉的地标。外形融合了宝塔与竹节，既现代又带东方美感，是无数人来台北的第一个朝圣点。站在101底下，你会觉得自己好渺小，但站上顶楼，一眼看尽整个台北盆地，让很多第一次来台湾的外国人瞬间爱上这座城市。101所在的信义区是台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地方，还有每年吸引数十万人目光的跨年烟火秀。不仅是台湾人的年度盛事，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在新年夜点亮整个台北的夜空，带来无限希望与祝福。台北101，它是台湾的骄傲，也是很多人心里的地标。对外国旅客来说，101是认识台湾的第一印象，而对台湾人来说，它是心中那座永远不倒的地标。第1名，台湾人。很多外国人离开台湾后，最念念不忘的，不是一座山，也不是哪家小吃，而是台湾人。一问起原因，他们往往会笑着说，因为我从没在别的地方被这样对待过。台湾人不一定每个都很热情，但你会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愿意帮你一把，说句没关系了。这种不太会表达，但总在帮你的温柔，却最容易留在心里。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外国人回国后写下旅游回忆，最长的篇幅永远不是景点介绍，而是他们遇到的那些台湾人。他们记得你用有点不熟练的英文和他聊天的样子，也记得你多再给他一块凤梨酥时那句，没关系了，这个送你吃吃看。原来台湾最让人念念不忘的风景，不是哪里拍起来最好看，而是在你不经意时成为别人心里最温柔的记忆。台湾之所以美，不只是因为有山有海，更因为有人愿意对陌生人留下善意。